么好怕？哦，就算偶尔失意困乏，青春还有尾巴，抓住它再出发。再跌跌撞撞也要做自己的光，踩着沿途荆棘依然活得漂亮。夜的空荡，点燃黎明序章，远方逆流而上。要乘风破浪去做自己的光，不服输的心灵魂自由生长。微笑，爱过冰霜，在怒放，脱胎换骨就是最好的奖赏。在 Story 当销售多久了？3年多，对公司还满意吗？挺好的。好吗？我刚刚看了你的销售记录啊，你已经有1年销售不达标了，只能拿基本的底薪。就这样，你对公司的待遇也满意吗？陈小姐，我看您的职业是一个短视频的制作者。是啊，我浏览了您账号的视频，除了最新一条声讨万历假货的，其他每一篇流量都很少。那说明我刚好踩中了热点。你不只踩中了热点，还恰巧从后仓的几百只正品的手袋里买到了唯一的一只假货，这个几率非常的小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说这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对公司已经不满意很久了。仅仅是上个月，你就3次抗议自己的销售指标定得太高，消极怠工，公司已经给你发了2次警告信。如果到这个月底你还完不成业绩的话，是不是就走人了？是，但这是我跟 Story 之间的矛盾，跟这个假货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？杀人都有动机，做某一件事的背后呢，一定有它特别的联系和原因。咱们这不是正在捋呢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也不明白。你说这供货端都是正品，在运输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，那这东西，这从哪儿来的呀？我已经查过了，您之前从来没有在 Story 买手店买过东西，前天是您第一次进店购物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根据商场的监控记录，您从进店购物到离开店一共只花了4分32秒。我冲动消费不行吗？当然可以，我能理解。但是您冲动消费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销售可以预判，您可以冲动消费买那只假包呢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既然您不知道，我就帮您捋一捋，4分32秒是个什么概念？我帮您还原一下整个过程。也就是说，您一进店马上指着一只包说你要买，店员立刻拿着2维码让你付款，登记你的个人信息，紧接着把一只已经包装好的包交到你的手上，你拿着包马上离开店铺。您是我，您信吗？你说这些假设有什么用？有证据吗？我今天既然坐在这儿跟你聊这事儿，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东西。你们不可能有证据。人证算不算呢？我的另一个同事呢，正跟那个视频博主在一起。这个网红这么在乎点击率，我相信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撇清跟这件事儿的关系，保住自己的声誉。那如果他先认了的话，就一定会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你身上，你麻烦就大了。您听说过刑侦的一句老话吗？凡做过必留痕迹。我们现在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很快会找到证据。陈小姐，我认为现在是你坦白从宽最好的机会。主动自首和被动被抓是2个定性。他可能已经坦白了。刚刚这条信息呢，应该是我同事发过来的。我如果把它点开，你就输了。我们赌一赌。我知道这件事情你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，我也猜你不是主谋，因为你不是 Story 的店员，也进不了后仓。
根据店里的监控显示，你是从销售的手里拿到那只假包。我也相信这一件事情不能靠你一个人来布局，但是，如果那个销售先找了，你是不是就被动了？你为什么要替别人背这个锅呢？我说，你们怎么早上走的时候也不叫我？啊，吃好吃的时候叫你不是更开心吗？哼，好兄弟，你这个逐个击破的计划怎么样？顺利吗？那销售承认了，说他在网上买了一个假货，趁着店里边有监控死角替换了正品，然后找那个视频博主呢，两个人联手演了一出这样的大戏。所有的网购信息还有快递信息都在这 U 盘里边，我已经通知警方了。嗯。跟我问的结果是一样的，没错，的确是那个销售联系那个网红，在网上私信他，让他帮忙打假。他以为通过这个行为能给自己的视频号增加流量，就做了。那这个销售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打击报复所有人啊？他有这脑子攒这么大盘棋吗？你觉得呢？如果只是为了坑 story， 就不会把万历拖下水了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可是这个销售就一口咬定说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，所以后面的查证只能交给警方。郑董，我觉得不像。我应该能猜到是谁了。听说那个女销售和小网红被丁宁和广文套话了，你自己提前做好准备，估计很快，丁宁就会拿着录音来集团要处理结果。不是，他们这么不经扛的吗？但是你放心啊，我这里面什么把柄都没留下，他们查不到咱们这儿。啊。来，管总给大家买喝的了啊！谢谢管总，谢谢管总，谢谢管总。哎，你要加糖的不加糖的？我要不加糖的。好。来，你客气，这2杯，一人1杯，你们分一下。这边。放这儿了。哎，有吗？妹妹有了是吧？关总哎，有了，来这边。谢谢关总，谢谢管总。别客气，一人1杯。坏我的事啊！好，这才给你一杯，赶紧拿。谢谢管总，递给我。人，雷总，干嘛呢？不是，广文，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？我刚才看你扒着帘看我，以为你工作不忙，想进来给你打声招呼。给你带了一杯全糖的黑珍珠奶茶，喝点甜的，人生就没那么苦了。来。啊，那看来管总解决了假货的事情以后，很高兴啊。雷总，你这消息知道的够快的，我上午刚找人问完话，现在你就知道了。不过这幕后指使者还没有找到，也不算是都解决了。啊，背后还有人呢，你这么确定啊？难道不是吗？一个销售，干嘛平白无故针对我们万历的招商啊？我又不欠他钱，除非是有人背后给了他好处。你这个想法很深，很有道理，但你有证据吗？现在还没有，但早晚能找到啊。雷总，我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如果我想找，肯定能翻出来，你说是吧？你就等着吧。这个管管心思够深的，得赶紧想办法把他弄走。丁总在吗？进。去找雷克森了。他这个人还真是藏不住事儿，假货的事儿9成9是他干的。我本来也在想嘛，郑总这人做事向来谨慎，从来让人抓不到错处。这么一个容易抓包的局，一定不是他的手笔。就算不是他出的主意，他一定在背后推波助澜了一番。哼。雷克森那事儿没成，知道了。老板，
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够到位，就不应该接雷克森的球。算了，顺水推舟而已，又费不了什么力气。可如果雷克森真被捅出来了，那也是他上报说万历的手上有漏洞啊，集团徐丽介入调查，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不是吗？是。你让总经办发个通告，就是丁宁和管文这个调查假货的事情办得特别好，不仅迅速为万历洗清了嫌疑，也让客户对我们的商场更有信赖感，值得表扬。嘉奖他们？为什么呀？知道什么叫捧杀吗？您的意思是想让其他人觉得丁宁假公济私、居功自傲？人言可畏。水水，不用做这些事的。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没事儿干。那坐着看书吧，我还有很多书。林浩以前一直说我不是读书的料，看了也白费力气。什么事情有他都能帮我做了。别听他的，书还是得读。既然不想读书，我帮你弄点吃的。饿不饿啊？要不要饺子？我有饺子。饺子。以前每年过年回家，我们都吃饺子。他表姨包的饺子可好吃了，猪肉馅儿的，馅很香，外面的皮很薄。行行行，不吃饺子。我还有粽子，肉粽、豆沙粽，你想吃哪个？我根本就吃不了粽子。以前家里买粽子，是因为林浩喜欢吃粽子。我其实胃不好，吃不了。全丢了，放太久了啊！而且糯米吃多了，撑胃健康。想想还可以吃什么东西？一菲，我买了一大箱柚子，吃不完，多了一点，拿给你尝尝。柚子，柚子肉。这位是你新交的保洁工阿姨？不是，是我朋友。我这柚子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他家里有人吃了柚子过敏，死了。啊！我也不爱吃柚子，谢了啊，谢了。不是，你这很甜的。你跟我家猫都有仇啊？这瓷壁都快被你扒下来了。以前林浩他总是说我不爱干净，做家务都做不明白，连个马桶都刷不干净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我太懒了，所以他才喜欢上别人？跟我走。何一菲，我只是难过我老公出轨，我现在还不想死。听我的，从这跳下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你的心病也可以治好。什么病？间歇性失婚抑郁症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自怨自艾一天了，错的是林浩，为什么让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心理压力？你也没有必要不停地贬低自己，这样下去，你永远走不出来。那这跟跳下去有什么关系啊？仪式感懂不懂？
跟过去的自己告别，重新开始。我跳下去就彻底跟自己告别了，我跳下去我是挂了，何一菲。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？我做事情没有上进心，我冲动，鲁莽，我不爱干净，不爱做家务，我吃太多了，还有是你太容易否定自己和被别人影响了。你陈轩轩的人生为什么要只照林浩过下去呢？他背叛你，你应该气他，而不是你自己。出轨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天也没塌下来。告别一段错的关系，才可以重新找到一个新的对的人。哪有这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，如果你不从这里迈下去的话，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。都上来了，你还怕？这不就跳下去了吗？何一菲，你竟然推我，离谱！有时候人生的决定就像跳蹦极一样，需要另外一个人给你点助力，眼一闭一咬牙就迈过去了。不然的话，你会永远的困在里面，进退两难。可是我们在一起7年了，说的容易，你当时买菜呢，菜烂掉了，就扔了。啊，你也知道菜烂了，不扔你要拿回去等着它腐烂吗？及时止损的道理，你懂不懂？你是不会了解的，你不是我，你没结过婚，你不知道身在其中的人做这个决定有多难。可我也是男人，我知道出轨的严重性，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。难道你愿意一次次的给他折腾？让我想想。今天晚上订了一个餐厅，咱们带上小哲一块儿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呀？庆祝我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。今天是几号呀？23号啊。嗯。那我不行，我以前的经纪人约了我去聚餐。你都离开那圈子那么长时间了，他又找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之前获奖的那个电影，我们剧组的人员啊约好了每2年聚一次，正好约到了今天晚上。我再怎么也是那部戏的女主角，我不去也不合适啊。不许喝酒。知道了。嗯。忙着呢，这忙点什么事儿？有没有去吃这饭？当然去吃啥？你肚子都长出来了。没有出啥。跟你说过多少次啊？好好的健身，少喝点酒，听见没？我真没喝酒，花姐。少来了，能差了呀？哎，请来啊！坐那儿去，快去。方言你怎么老这样？以前做秋姐经纪人的时候就总像的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快去。瞧，来，坐我旁边来。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不好意思啊，路上有点堵。想你了，我也是。秋姐，喝一杯。喝吧。啊，我戒酒了。哎呦，人家现在是良家妇女，那在家相夫教子的，还喝什么酒啊？喝这个。不过这到底是退圈了，一不保养老得好快啊。人家都嫁人了，那就算是功德圆满，成功上岸了嘛，还保养什么嘛？黄脸婆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晓得吧？哎，小秋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的这个黄脸婆呢，它是个褒义词，真的，我想嫁都没人要呢。
哟，你少来啊！追你的富二代还少啊？不比秋姐家的那个什么小老板有钱的多，是你自己挑挑拣拣，自己不要的好吧？我可是有事业心的，我又不像我们小秋，出道没2年拿个什么2流电视节的奖就满足了，就退圈了。我还想加把劲儿，明年拿个主流电视节的奖。圆圆，那么没大没小的啊？怎么说话呢？叫秋姐，人家小秋拿奖的时候，你还当群演呢。芳姐，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早就退圈了，不提了。就是啊，芳姐，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我们圆圆，那现在是炙手可热的女明星，张大导演死盯着那档期不放。圆圆来跟我们吃饭，是我们的荣幸啊。就是啊，我以为圆圆出名了，就以后不认识我们了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不是。来，干杯！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陈导那个戏男2男3还没定呢，有兴趣吗？你和陈导熟吗？当然，去年跟他合作过。那你还帮我问问那个亲爱的，有适合我的角色吗？哎，还真有。秋，哎，那这样，等我回去。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回北京见陈导。我挺好的。哎呀，你呀，是我带过的最可惜的一个，啊！你说你要是不退，哪有圆圆什么事儿啊？没有，别这么说。为了一个男人，放弃事业，把自己拘在家里面，那生活到底是少了点意思啊？你觉得值吗？我觉得挺好的。发个微信，好，现发，来，现发。哎呀，芳姐，你看看他们那没眼力见儿，你没看我跟秋姐说话，就知道抢角色，你给我审视。去啊！好，怪不得是抢角色。芳姐，哎呀，芳姐，思你了。沉睡的秋千，凌晨便利店，微凉的夜，咖啡也要实现，不认输的猖狂，不寻寻的心脏，特别感谢我全力出演，心抖着昨天，享受着思念，只是见面变成了梦里见，说过别留遗憾，对自己许了愿，与谁曾倔强到无关，猛然回头发现你始终在原点，将人的视线被温暖走出了心安，放下骄傲皇冠，原来你从没改变，来得及吗？偷偷许了愿，其实很久的分别也许多远，这一瞬间一个美好画面，感谢你的勇敢，牵着我的皮景之秋啊，你现在还有属于自己的未来和人生吗？期待去下一站，感谢你的相伴，幸福在悄悄弥漫，有多幸运模糊了双眼。起床了。轩轩，起床了。陈轩轩，
起床，起床，抢占水房！起床，起床，抢占水房！何一菲，现在才6点半，你要当神仙啊？你看外面太阳多好啊！起床跑步去。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我要跑步了？你答应过我要重新开始，跟过去的自己告别的。那跟跑步有什么关系啊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也是调整状态最好的方式。有个健硕的体魄，还有精力满满的你，才可以更好的面对接下来所有的困难。哦，那让我被困难赶紧埋葬吧，我要睡觉去。哎，我可不允许一个自暴自弃的人睡在我家。走。何一菲，是你说要跑步的，你别后悔。2、3。哎，做什么做呀？起来跑！走。我跑了1500米了，我不跑了。今天的目标5公里，走。好。不跑。一个健硕的体魄，一副精力满满的状态，才能面对接下来所有的困难。起来，给我跑！起来，起来！明天还跑吗，何先生？你是不是都忘了？我以前是运动员，跟我比体力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多好啊！我明白你的意思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去找林浩，跟他好好聊一聊的。我陪你去。你怕我自己难下决定？我怕你被他欺负，你这一根筋的个性，搞不定林浩的。你是在骂我笨吗？我说你单纯。今天早上辛苦啦。进。老大，您看到邮件了吗？说您和丁总这次假货事件处理得非常好，公开表扬。哎，这很少见的。过去几年里啊，从来都没有对一个中高层领导这样单独摘出来嘉奖的。嘉奖，口头表扬算什么嘉奖啊？既不给升职，也不给涨工资。而且郑董发这个公告，不疼不痒的，他也不会少块肉。总觉得他不怀好意，透着奇怪。再怎么说也是集团对您和丁总的一种认可嘛。你是这么觉得的吗？对啊，我们整个部门都觉得集团非常器重您和丁总。我看应该不只是整个我们的部门，应该是整个公司都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风头正盛吧。这不好吗？没事了，你出去吧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把雅克叫进来。最近他手上的租户为什么签约速度都那么慢呢？他不在位置上。哎，我们两个是贼嘛，只是出来吃个便饭而已，用不用这么左顾右盼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我们不是说好了在公司保持低调吗？我们之间的关系暂时不要告诉别人。你为什么突然把我拉到这儿单独吃饭？跟同事一起吃个饭不是很正常的事？你跟同事都这么吃饭？上嘴啊你！说认真的，集团发的通告你看了吗？看了。这老狐狸不知道憋着什么坏。他一向最忌惮的是你，
之前假货的事情不知道他参与多少，但是肯定他在背后推波助澜了。无论如何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你丢块肉，是不是？丢我块肉？我是狗，我就爱吃肉是吧？啊，一块肉。对不起，丁总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是狗，那是公司给你大大的褒奖。褒什么奖？他们就是故意的，存心把咱们2个拉到聚光灯下面。只要做错了一点点事情，就会被他们无限放大。咱以后做事啊，还真是得小心点，谨言慎行。我大概猜到，他们后面会走什么棋。什么棋？哎，丁总，好巧。嘿，管总也在。丁总跟管总兴致这么好，跑这么远单独出来吃午饭。我们刚好吃完饭之后在附近要开个会。你今天一上午去哪儿了？找你人都找不见。我出去开了个会，那我下午回去找您。不用。好。别看了，吃饭凉不凉了？松开，你还没过试用期呢。知道。吃吧。你打算等一下怎么跟林浩聊啊？我想看看他什么态度，然后再决定怎么跟他聊。那如果他用花言巧语把你哄回去呢？怎么可能？他做出那样的事情，你觉得我还会再回去吗？陈轩轩突然约我见面啊，应该是他想通了。我们俩在一块7年，他几斤几两我还是猜得准的，应该是服个软，然后道歉认错。哎，你这么几天没回去，他都生活不能自理了吧？我猜就是，像他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小姐，能离得了我？既不聪明，又不努力。如果不是仗着自己家里条件好，他能有什么出路啊？我要不是看在他有一个本地户口，还有一个可以帮上忙的教授爸爸，我早就不想跟他过了。他挑我的刺儿，我这种叫什么？在股市里叫做绩优股、潜力股。我能放下身段娶她，那是他的福气。真是，你呀，再拼个几年，升一升什么的，指日可待。我对我自己能力还是有信心的，只要我铺好这第一步台阶，后面我能登天，你信不信？信。男人在外面玩玩怎么了？他这个叫典型的拎不清。还真是拎不清。林浩，陈轩轩，我们不是约到5点吗？你怎么这么说的是人话吗？哎呦，别动手打人！你打的就是他！当我不会动手了是吗？何雨菲，林浩，你出轨，你还有理由打人了？是你先动的手，我不教训教训你还翻天了是吗？我让你知道什么是翻天！摔腰了！别动啊！断了！轩轩，开个门啊！陈轩，你开个门出来吃点东西吧。你知道你看清他的真面目，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儿，应该庆幸才对。陈轩，陈轩，你把门反锁干嘛？有什么事儿，你可以跟我聊。你想揍他也得先出来啊！陈轩，
喂，请问是广文吗？沉睡的秋千，凌晨便利店，微凉的夜，咖啡也要实现，不认输的猖狂，不循顺的心脏，特别感谢我全力出演，心动着昨天，享受着思念，只是见面变成了梦里见，说过别留遗憾，对自己失了言，与谁曾倔强到无关，猛然回头发现你始终在原点，将人的心弦被温暖走出了心安，放下骄傲皇冠，原来你从没改变，来得及吗？偷偷许了愿，即使很久的分别也许多远，这一瞬间一个美好画面，感谢你的勇敢，迁就我的平凡，太热心的我迫不及待去下一站，感谢你的相伴，幸福在悄悄弥漫，有多幸运模糊了双眼，有多值得